在给傅锦年当了8年的舔狗后，我发现自己其实是一本古早八总文里的恶毒女配。女主单纯善良，为了重病的母亲，不惜把自己卖给傅锦年，而我有颜有钱，却用各种降智的手段去对付她。最终的下场就是被傅锦年搞得家破人亡。但现在降智女配我不当了，烂黄瓜谁爱要谁要。发现自己是古早八总文里的恶毒女配的前一晚，我还在兢兢业业地给傅锦年当舔狗。私家侦探给我发来他送自己的小助理叶小暖回家的照片后，我就失去理智，去找傅锦年要说法。叶小暖一个劲儿地解释自己和傅锦年的关系不是我想的那样，但我不听，还想和叶小暖动手。傅锦年就看不下去了，他推了我一把，结果我没站稳，磕到了后脑勺。昏迷期间，我做了个梦，梦见我所在的世界其实是一本古早八总文，而我是那个费尽心机试图破坏男女主关系，最终落得个家破人亡的下场的恶毒女配。叶小暖就是这本小说里的女主，她是单身家庭，哪怕吃尽苦头，却依然单纯善良。但她有个重病的母亲，虽然不知道是什么病，但手术费需要上百万。叶小暖当时大学还没毕业，当然拿不出这么大一笔钱，然后她就找到了傅锦年，以100万的价格把自己的初夜卖给了傅锦年。虽然我也不知道他叶小暖一个穷学生是怎么能联系上傅锦年，并且傅锦年还愿意100万的天价买他一夜的，但叶小暖母亲的手术还是顺利完成了。巧合的是，叶小暖还进了傅锦年的公司，成了他的小助理。书里说，傅锦年在公司里看到叶小暖的时候，怀疑这个女人是处心积虑想要接近自己的，于是他就派了他万能的特助去调查了叶小暖。这才知道，原来叶小暖卖身给他是为了给自己的母亲筹手术费，并且术后叶小暖的母亲还需要大笔的疗养费。再加上那一夜过后，傅锦年对叶小暖的身体念念不忘，于是傅锦年就又开出了让叶小暖拒绝不了的条件，让她成为了自己的情妇。而现在剧情已经发展到叶小暖白天给傅锦年当助理，晚上给他当情妇的阶段了。再过一阵，我就会用各种恶毒的手段，逼得傅锦年让叶小暖搬去和他同居。在医院的病床上醒来后，我久久缓不过神，梦境太过真实，我实在很难相信这不是真的。宝贝，你怎么了？是不是不舒服啊？怎么醒来后一句话都不说？我妈神色紧张地抓着我的手，我这就叫医生过来给你检查一下，我这才回过神来。妈，我没事，刚才在想事情。我爸在一旁唉声叹气，他说，生生，傅锦年这回太不像话了，竟然还跟你动手，要不咱们把婚约解除了吧，爸以后给你找个比他更好的。看来我受伤是因为傅锦年的事情，我爸妈都知道了。再等等吧，我没同意。还等什么？我爸的眉头顿时皱了起来，他一个大老爷们儿，竟然跟你一个小姑娘动手，这样的男人可不能要，说不准以后还会家暴的。我被我爸的话给逗笑了。我解释道，爸，我跟傅锦年的婚约要解除，但不是现在。那是什么时候？我妈着急地问。之前我就觉得傅锦年这人太冷漠了，对你也不好，但偏偏你就是喜欢。听到我妈这话，我忍不住回忆起过去的种种。傅锦年对我一直都挺冷淡的，在知道我生活的世界是一本小说之后，我突然想不出来，我究竟看上傅锦年什么。现在不喜欢了，我赶忙安慰我妈，她跟她身边的小助理有不正当的关系。什么？我妈一脸震惊。我爸冷哼了一声，我说他怎么对我们家宝贝这么冷淡呢？原来是身边有人了呀。我笑了笑，说这婚咱们要退，但得先把他和他那助理有不正当关系的证据弄到手，免得到时候被人家反咬一口。傅锦年这方面虽然傻逼，但做生意确实有一手，傅氏在他手里已经隐隐有超过我们家的趋势。按照书里的发展，我们家最后会被傅锦年给搞破产，所以我不能让他那么顺利就拿到傅氏的继承权。我在医院住了1星期，在这1星期里，傅锦年都没露过面。明明我是因为他才受伤住院的，可他却连句道歉的话都没有。我觉得我以前可能是瞎了眼了，才会喜欢上他这种垃圾。叶小暖倒是来了一次，他拎着一兜子廉价水果来的。顾小姐，我跟傅总真的不是您想的那样。叶小暖可怜兮兮地和我解释。我把她从头到脚打量了一番，眼前的女人长得不能说平凡，撑死算是有点甜美可爱，但她的身材就很普通了，门板似的，前后都是一样平。毕业于一个普普通通的2本学校，也没有什么特长。唯一拿得出手的，大概就是他的乐观和上进了。我实在想不明白，傅锦年一个吃惯了细糠的人，怎么突然间就换了口味？难道是身边的美女太多了，看腻了，所以才要找个要啥没啥的普通女人？顾小姐，或许是我发呆的时间太长，叶小暖忍不住又叫了我一声。傅锦年知道你来见我吗？我问他。叶小暖先是摇头，然后又点头。他解释道，是傅总让我来的。他最近比较忙，没有时间来看顾小姐，所以特意让我过来看看您。我嗤笑了一声，眼神往他拎来的水果上扫了一眼。他让你拎着这种东西来看我的。傅锦年虽然傻逼，但还不至于拿这种玩意儿来打发我。像这种放一晚上就能腐烂的东西，我家的佣人都不吃。
叶小暖神色窘迫，抱歉，顾小姐，我还没发工资，所以傅锦年根本不知道你来见我呗。我突然很好奇，要是傅锦年现在进来看到叶小暖的样子，会不会觉得我在欺负他？听到我这话，叶小暖脸色瞬间涨红，她一副手足无措的模样，倒是有了点楚楚可怜的意味。我挑了挑眉，问道：“你知道我是傅锦年的未婚妻吗？”叶小暖的神色顿时变得有些紧张，她点点头，小声说：“知道。”我顿时笑了，既然知道，那你还让他睡你？叶小暖最终并没有回答我的问题，因为我那便宜未婚夫来了。他推门而入的时候，脸上的神情显得很紧张，仿佛晚来一步，叶小暖就会被我欺负了似的。但他来的也挺是时候。叶小暖在听到我的问题后，眼泪说来就来，但作为坚强善良的女主，她当然不会在我面前掉眼泪。所以傅锦年来的时候，叶小暖就站在我的病床前，眼泪还在眼眶里打转。她一脸羞愤，仿佛我刚才怎么侮辱她了似的。顾生，傅锦年冷冷地叫了我的名字。叶小暖只是我的助理，你不要无理取闹。傅锦年，请问你哪只眼睛看见我无理取闹了？我皮笑肉不笑地问他。我很庆幸自己已经对眼前这个歹毒的男人没有一丝留恋了，否则听到他这么不分青红皂白地往我头上扣锅，我估计又要气得半死了。一旁的叶小暖犹犹豫豫地扯了下傅锦年的袖子，说：“傅总，您误会了，顾小姐她什么都没做。”叶小暖虽然是在帮我澄清，可她的眼泪却已经将眼眶填满，随时都有可能掉下来。傅锦年看到她这样，眉头皱得跟小山丘一样。你先回去。傅锦年对叶小暖说道。叶小暖眨了眨眼，眼眶里的泪水终于不受控制地缓缓流下。她对着傅锦年点了点头，就往外走，可没走2步，却又停了下来。叶小暖用歉疚的语气说道：“顾小姐，不管您相不相信，我都想说，我真的没有要破坏您和傅总之间的感情的意思。”说完，叶小暖便快步走了出去。而傅锦年听到这话后，脸色顿时一黑，他咬牙切齿地道：“顾生，你究竟要胡闹到什么时候？”我抬眼看着眼前的这个人，在心中感叹自己以前真的就跟失了智一样。你倒是和我说说，我闹什么了？傅锦年却跟听不懂我说的话似的。他自顾自地说道：“顾生，我的忍耐是有限度的，你要是再去找叶小暖的麻烦，那我们就解除婚约吧。”我看着傅锦年仿佛是忍无可忍的样子，忍不住笑了起来。等笑够了，我才缓缓地说道：“原来你还记得咱俩有婚约在呢？我看你养情妇养得挺理直气壮的，还以为你不知道自己是有未婚妻的人呢。我找的那私家侦探的效率挺高的，在我住院期间就已经把傅锦年和叶小暖在一起的照片给我发来了，甚至连视频都有。虽然拍不到两人滚床单的照片，但我手里掌握的这些东西已经足以证明这两人之间有着不正当的关系了。所以我也懒得再和傅锦年演戏。”傅锦年的脸色顿时变得铁青，他死死地盯着我，那眼神就跟要吃人似的。“你派人跟踪我？”傅锦年语气不善地问。我嗤笑一声道：“你以为你跟叶小暖之间那点破事儿藏得很好吗？我又不是瞎子，就他俩相处的那氛围，只怕是傅氏的员工都看出来了，就他还以为天衣无缝。”傅锦年也不知道是什么毛病，放着大豪宅不住，时不时的就要跑去和叶小暖挤他的出租屋。这孤男寡女的同睡一张床，那不做点啥，能对得起他傅锦年给出去的钱吗？原书里写的，傅锦年每次跟叶小暖过完夜，第二天叶小暖总会起晚，这种时候挤公交肯定得迟到，所以叶小暖就会被迫搭傅锦年的车去公司。这一来二去的，公司里的人自然就嗅到了两人之间的不寻常。只不过碍于傅锦年是老板，所以没人敢吭声罢了。从医院出来，我就和我爸妈一块儿去了傅家。我爸提前给夫妇打了电话，到的时候夫妇和父母都在。他们估计是以为我爸妈是为了我受伤的事情来兴师问罪的，所以我们刚坐下，夫妇就陪笑道：“顾先生请放心，生生受伤这事儿我已经教训过几年了，相同的事情一定不会再发生了。”父母也跟着说道：“那天的事情虽然是个意外，但毕竟是几年的过失，回头我们一定让几年亲自去顾家给生生赔罪。”父母说得恳切，可我却觉得很虚伪。我从住院到出院都没见傅家有人去探望过，现在我爸妈上门来了，又在这里说这些，说白了不过就是仗着我以前喜欢傅锦年，不管傅锦年怎么漠视我，我都心甘情愿自己破自己，对他死心塌地。他恐怕还觉得这次我也会和以前一样，稍微给颗甜枣，事情就能轻轻接过去。场面话咱就没必要说了。我爸摆了摆手，把私家侦探拍到的那些照片丢在桌上。傅锦年爸妈的视线顿时齐齐落在那些照片上。我爸开门见山地道：“我们今天不是来兴师问罪的，我们是来解除婚约的。你们家傅锦年在外面养的女人，傅锦年为了这个女人，甚至还跟我们家生生动手。”我妈满脸嘲讽地补充道。我爸指了指我的后脑勺，说：“看见没？我女儿头上的伤就是这么来的。”我忍住笑，心说我这头发把伤口都盖住了，傅锦年他爸妈能看见个啥？傅锦年爸妈的脸色都不太好看。
父母捡起茶几上的照片，只看了几眼就放了回去。父父没去看，他拿起手机拨了个电话出去。你现在在哪？马上回来，看来是打给傅锦年的。父母微笑着解释道，其中会不会有什么误会啊？这个女人是锦年的助理，我之前在公司见过，挺淳朴的一个小姑娘。而且锦年这人向来公私分明，就算真的要养女人，也不可能把人弄到公司去的。我勾了勾唇，道：阿姨，我这里还有视频呢，要不要我发您看一看？父母的神情顿时变得很尴尬。我说，傅锦年不仅包养了自己的小助理，当初还花100万的价格买过她1晚上。你们要是不信的话，可以自己去查一查傅锦年的账。夫跟父母就跟表演川剧变脸一样，脸色一会儿一个样。我反正看得很痛快。以前为了讨好傅锦年，每次来傅家，我都是放低姿态在和他们交流的。傅锦年的爸妈似乎已经习惯了我的低姿态，傲气得很。如今风水轮流转，我才知道，原来人在硬气的时候真的很爽啊。不等傅锦年回来，我爸便以强硬的姿态和夫妇谈了退婚和赔偿的事宜。作为补偿，我爸要了傅家势在必得的一个项目，这个项目是我想要的。原书里，傅锦年凭借这个项目让傅氏赚了不少钱，同样也是凭借这个项目搭上了官方的关系。除此之外，我爸还要了100万作为我的精神损失费。父母听得脸都绿了。我妈阴阳怪气地嘲讽道：傅锦年睡个女人都舍得开出1晚上100万的天价，我女儿脑袋都被开瓢了，要100万不过分吧？我微微一笑，故意拉着我妈的胳膊道：妈，傅太太要是舍不得这100万就算了，大不了咱们走法律程序呗。我抬手摸了摸自己的后脑勺，反正伤情鉴定咱们已经做过了，按照这程度，傅锦年估计得进去踩1年的缝纫机。够了。夫妇冷冷地看了父母一眼，道：你们要的项目和100万都可以给你们，但我有个条件，锦年这件事情出了这个门，你们不能让任何人知道。我眨了眨眼，道：那万一傅锦年或是他那小情人要是在外面给我泼脏水呢？夫妇冷哼了一声，说：顾小姐请放心，我不会让这种事情发生的。好啊，我一口答应下来，但如果外面有任何抹黑我的言论，或者他们主动来招惹我，那我就没办法为他们保守秘密了。可以，夫妇答应得很爽快。项目的合同，你们明天让人去公司找我签。我爸笑眯眯地说道：何必等明天，今天就一并签了吧，我没有那么多时间去和你们耗的。夫妇的脸色黑得跟锅底似的。我让律师过来拟合同。不用，我爸从公文包里拿出提前准备好的合同，合同我已经准备好了，项目到手的过程顺利的不像话。傅锦年也没来找过我，他估计心里正高兴，终于把我这个舔狗给摆脱了。但我没想到叶小暖竟然会来找我，我不知道他是怎么进我们小区的。顾小姐，我听说您和傅总取消婚约了。叶小暖看起来很忐忑。我靠在沙发上，抬头看了看他。是啊，以后你再和他滚床单，就不用有心理负担了。高不高兴？叶小暖的脸色白了几分。他用力摇头。顾小姐，我跟傅总真的不是您想的那样，我真的没有要破坏你们之间的感情。我听着他似曾相识的言论，忍不住一笑。你俩什么关系？白天上下级，晚上金主和情妇，差不多就得了。傅锦年不在，可没人会心疼你。叶小暖闻言，顿时一副渲然欲泣的模样。他低垂着头，不管您相不相信，我一开始并不知道傅总是有未婚妻的。我跟他……叶小暖顿了顿，虽然我是为了救我妈妈才不得已出卖自己的，但我也确实间接伤害了您。你要怎么羞辱我，我都没有怨言。我听得鸡皮疙瘩都起来了。原来傅锦年喜欢这种。叶小暖却还在继续。我知道，像您这种出身的人，一定很看不起我，觉得我为了钱出卖自己。可我有什么办法呢？叶小暖说着，眼泪就跟着流了下来。我妈妈躺在医院里，手术费要上百万，我实在走投无路了，只能选择将自己最珍贵的东西卖掉。叶小暖抬手擦了擦眼泪，您和傅总这么多年的感情，不该为了这么点事情就取消婚约。而且我也已经决定辞职了，我会带着我妈妈离开这里，不会再出现在傅总眼前的。我看着眼前的叶小暖，被恶心的好半天都说不出话来。原著里他似乎没这么表啊，难道是因为我改变了剧情的走向，所以他也崩人设了？叶小暖，我用冷漠的语气叫了他的名字。做人不要太贪心，你是第一天知道我是傅锦年的未婚妻吗？不是吧，我本来不打算搭理叶小暖的，他确实很穷很可怜，可他不该来恶心我。在你知道傅锦年有未婚妻后，不也照样在和他睡吗？既然选择了当小三，那就别妄图洗白自己了，好吧？原书里，叶小暖在知道傅锦年有未婚妻后，确实提过要和他断绝关系，但医院那边又来催交钱，他便又忍着屈辱回去求傅锦年。说白了，叶小暖重病的母亲不过是一个能让他合理说服自己去知三当三的契机罢了。家里有重病的人那么多，你就母亲为理由去出卖自己的身体，给人当情妇的，恐怕就你一个吧。我毫不客气地说道。叶小暖脸色涨红，似乎是想要辩驳，可他的嘴唇抖了抖，却只能反反复复地说不是的，不是这样的。看叶小暖这样，我连甩他一巴掌的欲望都没有了。
你扪心自问，你敢说自己对傅几年真的就一点想法都没有？你真的舍得离开傅几年吗？别说了，叶小暖双手抱头，眼泪跟不要钱似的哗哗往下掉。顾生，像你这种含着金汤勺出生的富家女，是不会理解我这种每天一睁眼就要为了生计发愁的人的苦衷的。叶小暖的话让我听得想作呕。是个人都会有苦衷，他如果不这么又当又立，我都还能高看他一眼。可他不该在做出了选择后，又试图想要保全自己的名声，甚至跑来和我这个受害者说那些恶心人的话，得了便宜还卖乖。在叶小暖这里攒下来的恶心，我当然得从傅几年身上讨回来呀。所以我利用自己知道剧情的优势，一连从傅几年手里抢走了好几个项目。可惜的是，原书大部分的剧情都在写他和叶小暖怎么谈恋爱，怎么滚床单了。关于项目的剧情占据的笔墨实在太少，不然我非得给他全抢光不可。不过光是那几个就已经够让傅几年憋闷的了。作为小说男主，在事业上他可以说是一帆风顺，项目这种东西从来都只有他不想要的，就没有他拿不下的。可光是这样哪够呢？在原书里，他傅几年可是让顾氏破产，逼得我爸妈跳楼，让我后半生过得暗无天日的人。光是抢走他几个项目怎么够？所以和他解除婚约后，我几乎将所有的时间都用在了工作上。我爸忍不住劝我，生生，爸知道你是想借工作来麻痹自己，好忘掉傅几年那个负心汉，但你也不能把自己逼这么狠啊。听到连我爸都这么说，我顿时没脾气了。难怪最近圈子里的人都在传我疯狂工作是为了忘掉傅几年，但怎么会呢？我哪里是要忘掉傅几年，我是想把他搞破产啊！但在这之前，我得先把公司里的蛀虫解决掉。爸，我姑父跟表哥不仅利用职务之便吃回扣、挪用公款，他们还打着咱们顾家的名义，在外面做了不少违法的事情。我把私家侦探调查出来的证据全部递给我爸。我爸就一个妹妹，但可惜跟以前的我一样，是个重度恋爱脑。我这个姑姑高中就跟她现在的老公早恋，大学都还没读完，就背着家里人偷偷跟人把证都给领了。我姑父比他大2岁，人长得倒是人模狗样的，当初就是凭着他那张脸和花言巧语，把我姑姑哄得团团转。在我姑姑的央求下，我爸把他安排进了顾氏，包括我那表哥也是走后门进的顾氏。但这两人在顾氏并没有好好工作，反倒是借着职务之便，没少往自己口袋里捞钱。像吃回扣这种事情，只要做得周密些，没人举报的话，是很难被发现的。更何况一个集团那么多人，我爸也不可能人人都去注意。原书里，我这姑父和表哥的胃口越来越大，那点回扣已经满足不了他们了。再加上后期傅几年对顾氏的打压，这对父子便非常干脆地投靠了傅几年。可以说，顾氏会破产，这两人出了不小的力。不过，在顾氏倒闭后，这两人并没有捞着什么好处。像傅几年这种心狠手辣的人，又怎么会养虎为患呢？我爸看着我拿给他的资料和证据，脸色一点点变得难看起来。我说，之前就有人跟我举报过，所以我就暗地里找人查了一下，没想到他们不仅吃回扣、挪用公款，还做了违法的事情。我观察着我爸的神色，继续说道，这些事情如果不及早处理的话，怕是会给咱们家和公司都留下隐患。我爸将那些证据放到桌子上，问道，生生，那你打算怎么做？我没有犹豫，直接说道，既然违反了公司的规定，那就开除了吧。我原以为我爸会看在我姑姑的份上，对姑父跟表哥的事情轻拿轻放，但没想到我爸比我更狠，他直接把姑父跟表哥一块儿送局子里去踩缝纫机了。我爸说，生生，你要知道，从咱们开除他们的那一刻起，在他们眼里，我们一家就是他们的仇人了。对待仇人，如果心慈手软的话，那早晚有一天会被自己一时的手软坑死。我对着我爸竖起了大拇指。其实我一开始的打算就是把人送进去踩缝纫机，但我怕我爸还念着旧情，所以才说开除的。看来我还不够了解我爸。我是高兴了，但我姑姑在求我爸高抬贵手无果后，直接病倒进了医院。我拎着姑姑爱吃的水果来医院看她，却意外遇到了傅几年和叶小暖。叶小暖哭得跟个泪人似的，傅几年轻轻将她揽入怀中，轻言细语地安慰着。我从没见过傅几年这么温柔的样子，记忆中每次他和我说话都是冷着张脸，仿佛在看自己的仇人似的。可笑的是，我竟然觉得只要自己足够优秀，对他足够好，就能把他捂热。现在想想，我过去的行为和挖了18年野菜的王宝钏有什么区别？傅几年一见到我，脸色顿时就沉了下来。他松开叶小暖，低声道，你先上去。叶小暖顺着他的视线朝我看来，但下一刻他便心虚地低下头。仔细一看，除了心虚，似乎还有些不甘。我收回视线，就要往电梯的方向走，可傅几年却拦住我的去路。他语气阴森地道，顾生，你来做什么？关你屁事！医院是你家开的。我翻了个白眼，赶紧给我让开。傅几年不仅不让，反而将我的去路挡得更加严实。
他嘲讽道：“我还以为你是真的准备跟我退婚了，没想到那竟然是你的权宜之计。”我用看傻子一样的眼神看着他，有病就早点去治。我以前怎么就没发现，这人竟然还有妄想症呢？傅锦年眯了眯眼，道：“我劝你趁早死了这条心，我这辈子都不可能会喜欢你的。”我冷笑着点点头，道：“我知道你喜欢叶小暖那种吧？在跑我面前乱吠，信不信我让所有人都知道你傅锦年包养了你的助理？”我站在电梯口，往却迟迟没有进电梯的叶小暖身上看了一眼。唇边不由得泛起一抹笑。听说叶小暖有个重病的母亲，你说他母亲要是知道自己的手术费是他女儿卖身换来的，你猜他的身体状况能承受得起这样的打击吗？傅锦年眯了眯眼，眼神变得阴鸷。顾生，叶小暖的母亲要是出现什么意外，我一定不会放过你。我无所谓地耸了耸肩。先聊这件没听过吗？我虽然不至于真的去和一个重病的人说这种事情，但并不耽误拿这事儿来吓唬傅锦年。托傅锦年的福，我被迫在住院部的楼下耽误了好一会儿。到我姑姑的病房时，她刚挂完点滴。我把水果放到柜子上，我姑就冲我招了招手，过来坐。我走到病床边坐下。我姑很直接地问我：“生生，你姑父的事情和你有关吗？”他跟我表哥的犯罪证据是我拿给我爸的，我并没有否认。姑姑打量了我好一会儿，才道：“你变了。”我笑了笑，人总是会变的，尤其是在知道自己生活的世界其实是一本小说，而我还是个恶毒女配之后。我要是还跟以前一样，那就真的白知道剧情了。你姑父和表哥虽然吃了些回扣，可他们对你那么好，你怎么能这么狠心？我姑姑用仇恨的眼神看着我。姑姑，你可真会避重就轻啊！我面露嘲讽，他们可不只是吃回扣，他们还挪用公款，打着顾家的名号违法。姑姑的眼神让我觉得很心凉。你虽然出嫁了，但每年该给的分红，我爸从没少过。他们都是受过高等教育的人，难道不知道那样做会引发什么样的后果吗？他们当然知道，只不过是仗着和我姑姑的关系，就为所欲为罢了。我姑父跟表哥就是两个养不熟的白眼狼，如果将来有一天顾氏不行了，他们绝对会落井下石。对于这种祸害，我当然不会让他们留在顾氏。我缓缓站起身，姑姑若是能想通，那你以后还是我顾家的人；要是想不通呢？姑姑抬起头，冷声问道。我笑了一声，要是想不通，那我就只当没有你这个亲戚了，当断不断，必受其乱。这是我爸教会我的道理。没几天，我就从朋友那里得知了那天叶小暖在医院哭的原因。他母亲的病情又一次加重，傅锦年出资将他母亲转到了我们市最好的医院。朋友问我：“你跟傅锦年退婚，该不会就是因为他那个助理吧？”我说：“对呀。”朋友一脸嫌弃，我就说没有哪个正常的老板会对自己的助理好到这种程度，他俩怕是早就睡到一起去了吧？我低头看着私家侦探发来的消息。那可不，我给朋友看了张他俩在车里拥吻的照片。不过他俩可不是交往关系，傅锦年花钱包养了叶小暖，虽然没有我这个垫脚石，但叶小暖还是搬去了傅锦年的公寓。叶小暖为了省钱，一直租住在城中村里，那周边住着各种三教九流的人。在某天叶小暖回去晚了，差点被小混混欺负后，傅锦年便强行命令叶小暖搬去和他住。我将私家侦探发来的东西都用小号发给了傅锦年那个同父异母的弟弟，至于要怎么利用好那些东西，就看他的了。傅父在外面有个私生子，原书里他在傅锦年和叶小暖在一起之后才出场。不过现在嘛，我跟那个私生子联手了。瘦死的骆驼比马大，以顾氏现在的财力，想要将傅氏搞垮还有些难度。最重要的是付出和回报不成正比，所以我选择了找到傅父的那个私生子庄彦。他流落在外多年，傅父对他们母子不闻不问，父母也多次派人去骚扰他们，逼得他们母子不得不辗转多个城市。但即便如此，庄彦依然以是状元的身份考进了名校。重要的是，对于傅家这个私生子没有任何感情，所以我和他联手了。只要把傅锦年从傅氏总裁的位子上赶下来，那傅氏要怎么发展，我就不在乎了。我就不信，失去了继承权，傅锦年还能像原书里那样和叶小暖恩爱。咖啡厅里，我和庄彦面对面坐着。庄彦西装革履，有些偏长的头发用发胶梳得很整齐。他戴着富金丝边框的眼镜，看起来斯斯文文的。可就是这样一个人，昨天刚把傅锦年从傅氏总裁的位子上赶了下去。庄彦道：“傅锦年被调去了国外开展新项目，人事任命通知是昨天发的。”末了又感叹道：“到底是亲生的，就算他傅锦年让公司损失惨重，也不会轻易被放弃。”我微微一笑，但现在傅氏的总裁已经是你了，他傅锦年的新项目能不能成，不都在你的一念之间吗？庄彦并不是什么心慈手软之辈，傅锦年和叶小暖的事情被他以最直接的方式捅了出来，相关的热搜足足在个平台挂了好几天。和女人相关的绯闻，对于一个成功的男人而言，并不是什么见不得人的事情。可傅锦年放着和他出身相当的白富美不要，却偏偏要包养一个长相学历家世都不如未婚妻的小助理，这就有些匪夷所思了。不仅网友骂他脑子不好，连傅氏的股东们也觉得他可能是有什么大病。
再加上他跟我解除婚约之后，我又从他手里抢走了好几个大项目，他这个总裁的位子坐不稳也是理所当然。这种时候，父又得知自己的私生子同样毕业于名校，还在外面闯出了一番天地，自然迫不及待地将人给接了回去。叶小暖和傅锦年分手了，庄燕突然道。我愣了一下，道：这么快？我本以为最先受不了的会是傅锦年，可我没想到最先提出分手的人竟然会是叶小暖。庄燕似笑非笑，他跟傅锦年的事情被爆出来后，就有人扒出了他的名字和照片。听说他被人指着鼻子骂了几句小三之后，便受不了这种压力，和傅锦年提出了分手。那傅锦年岂不是竹篮打水一场空？但我觉得以他俩男女主的身份，他还是会走到一起的。庄燕一副看好戏的样子，那谁知道呢？毕竟叶小暖的母亲还需要大笔的医疗费。他话锋一转，又道：顾生，如果傅锦年现在回过头来跟你道歉忏悔，你会原谅他吗？我淡淡一笑，反问道：如果傅先生跟你道歉忏悔，你会原谅他吗？当然不会。在我家小区门口遇到傅锦年的时候，我怀疑庄燕是不是早就猜到傅锦年会来找我，他才会问出那样的问题。傅锦年拍打着我的车窗，顾生，我们聊聊，一段时间不见。傅锦年看起来憔悴了不少，他眼底一片乌青，昨晚怕是一夜没合眼吧。我放下车窗，面无表情地道：我跟你没什么好聊的。傅锦年用力扒着我的车窗，我们谈笔交易吧，像是怕我会拒绝。没等我开口，他便用急切的语气说道：你帮我重回傅氏，我娶你。我看着神色癫狂的傅锦年，丝毫看不出他哪里有男主的样子。我啧了几声，嘲讽道：不过是丢了总裁的位子，傅大总裁就愿意出卖自己的身体了。难怪你会喜欢叶小暖，原来你们是一样的人。我怀疑以前傅锦年能顺风顺水，依靠的是他的主角光环，而不是智商。和庄燕相比，他真的差太多了。傅锦年脸色铁青，像是受到了莫大的侮辱。他用力捶了一下我的车门，咬牙道：顾生，庄燕回傅氏的事情，你是不是也参与了？我露出一个无辜的笑，你猜，叶小暖或许天生就是个圣母。在傅锦年被赶出国之后，他便丢下自己的母亲，屁颠屁颠地跟了过去。庄燕递给我几张照片，傅锦年和叶小暖如今正住在廉租房里，妄想重新东山再起呢。看着庄燕递来的照片，我有些意外地道：傅锦年就算再蠢，也是名校毕业的，没理由出去就变得这么落魄吧。庄燕眨了眨眼，意味深长地道：为了报答顾小姐的恩情，我可是付出了不小的代价呢。我丢下照片，究竟是为了报答我，还是让傅锦年永远回不了傅氏？那就只有庄先生清楚了。傅锦年这个弟弟可不是吃素的，我都不知道原著里他究竟是怎么输给傅锦年那头蠢驴的。难道是输在他没有主角光环上？庄燕一脸无辜，看来顾小姐对我的误解很深。傅氏如今已经改姓庄了，她现在就算回来也没有用。严格说起来，这位才是真正的心狠手辣。入主傅氏不久，就将傅锦年留下的心腹换得一干二净，甚至就连傅如今也都只能提前退休了。从咖啡厅出来，我收到了姑姑发来的微信：晚上回来吃饭吗？做了你最爱吃的红烧肉。我笑了笑，回复道：回。恋爱脑的姑姑在被我爸骂了一顿之后，也总算幡然醒悟，跟我们家的关系也比以前近了不少，时不时的就会来家里露一手。我抬头看了看天，或许是心理作用吧，总觉得这里没有了傅锦年和叶小暖，就连空气都清新了不少。既然如此，那就只好委屈他们永远待在国外了。